中国驱逐舰共发展了4代，055型导弹驱逐舰下水4周年，该舰总体设计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部分性能甚至超越了美国，非常值得国人骄傲。055舰的下饺子将如何影响中国海军的发展战略？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个今年6月啊，是我们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这个下水4周年。为什么讲这个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在人民海军的这个装备建设里边，是一个跨代的或者是一个重大的这个标志呢？因为我们讲啊，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导弹驱逐舰呢，一共分了4代。这个第一代是什么呢？是051型的导弹驱逐舰，就是在我们国家呀，要向南太平洋发射这个运载火箭的时候，你得把这个运载火箭的落点这个区域呀，得用舰艇给它包围起来，对吧？这个火箭发射以后，它有一个数据舱是要落到几千公里以外的这个南太平洋的，那个区域是一个公海啊，谁都可以去。如果你不用军舰把它包围起来，那外国的军舰或者外国的船只，它是可以把你的数据舱拿走的呀。反正是在公海上，那落下来的东西所以这就带来了问题。而在当时的时候呢，我们最好的这个舰艇是从苏联买来的4艘1500吨的这样的舰艇这样的舰艇在我们那个时候海军里面还被称为4大金刚呢最强的这种武器装备。可是你要到南太平洋去这就无论是你的续航能力、你的作战能力都达不到标准。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建造了就是051型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大家可能也就知道了什么叫第一代导弹驱逐舰。第一代导弹驱逐舰呢，就是105舰济南舰。这样，它的排水量是3000多吨，但是呢，它也搭载了反舰的就是打击舰艇的这个导弹，但是防空还不行，还得要靠高炮，所以呢，射程比较近。但这个3000多吨呢，也使我们能够到南太平洋就是所以我们当发射这个远程运载火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就是051型导弹驱逐舰呢，就是完成了580代号580嘛这样一个任务，把区域围起来，然后我们很快就把这个数据舱拿到了。这个是当时的情况。那么第2代导弹驱逐舰是什么呢？是052A 型的导弹驱逐舰，就是112哈尔滨舰和113青岛舰为什么要建这样的舰艇呢？就是为什么要上升呢？因为你看这个第1代的舰艇，它一个吨位比较小，只有3000多吨。第二呢，它的防空还靠高炮。而我们建造第2代导弹驱逐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英阿马岛战争，已经发现就是对方用这种飞机投掷就是这种反舰的导弹那你没有很好的防空能力，靠高炮是防不住的。所以世界各国当时都在发展，就是用这个导弹来拦截这个导弹或者打击飞机进行防空这样才能有效。所以要建造既能够发射导弹打击舰艇，还能够发射导弹拦截飞机和导弹的这样舰艇，这是第2代。到了第3代的时候，就是我们的052C 和052D 型的导弹驱逐舰。那是什么呢？因为就有了相控阵的雷达，因为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都有了这个宙斯盾系统。所谓宙斯盾系统，就是它有相控阵雷达，然后能够统一的调度舰上的这些导弹，还有火炮、鱼雷然后发现目标之后呢，来判断哪个目标威胁最大，来打击。因为它当时的时候研制的是为了防止苏联的这种饱和攻击就是导弹很多枚不同的方向打过来，所以它要发展相控阵雷达和这个宙斯盾系统。那我们呢，就是第3代的导弹驱逐舰，就是052C、052D， 比如说像长春舰比如说像这个后来的长沙舰兰州舰这些都是第3代的这个导弹驱逐舰了。第3代的导弹驱逐舰建造以后呢，它的吨位达到了6、7千吨你看吨位又有上升吧。相控阵雷达，而且这个导弹呢都不是导弹发射架了，都是垂发系统都是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那这个呢，既可以装载
就是反舰导弹，也可以装防空的导弹。所以这是第3代的导弹的特征。那么为什么讲到055型已经是第4代的导弹驱逐舰，跨代了呢？大家看到055型的导弹驱逐舰，我们首舰101南昌舰，它的吨位达到了12000吨。哎，你看从7000吨、6000吨的这个驱逐舰变到了12000吨，体量变大了吧？这是一个体量大了，搭载的武器装备当然就多了。第二点，它的这个设计已经有一定的隐身性了。你看，它是整体的这个一体化的设计，就桅杆这部分无论是这个相控阵雷达呀，还是通信设施都是一体化的设计，所以它这个电磁兼容性很好。而且你要是从一定距离用雷达照射它的话呢，可能发现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它有一定的隐身性这是第2点。那么第3点呢，就是它的这个相控阵双波段的，双波段呢就是对低空的、高空的都有发现的能力，因为高空的时候有飞机，低空的时候有导弹，你要是双波段的这种雷达呢，你高的低的都能发现，所以这个又是它的一个长足的进步。那么你发现了目标怎么办？要打击所以你看它无论是这个前面的还是中间部位或者靠后面部位的这些导弹的发射装置数量增加了，因为它有上百枚的这个导弹。你像2型的就是驱逐舰或者3型的驱逐舰，它的导弹数量都不超过100枚，而它是超过100枚的。而且你看它这个发射筒里边可以一个坑4个弹。什么叫一坑4弹呢？就是像啤酒瓶似的啤酒箱似的这样方的吧。当你装大的，比如说对陆攻击的巡航导弹的时候，可能只能装1枚，或者是这个打区域防空的，打100多公里的防空导弹，可能只能装1枚。但是呢，你要装这个中近程的防空这个导弹的时候，它比较小就可以装4枚，你装的就更多了。所以这个坑呢，就可以装的更多的这种导弹你看它的这个拳头又硬了吧？再有它的这个动力系统，过去呢，我们从第2代的这个导弹驱逐舰的时候呢，就是112舰呢，哈尔滨舰那已经是这个燃气轮机了当然是进口的。那后来呢，我们这个大多数的舰艇还用的蒸汽轮机。那现在我们这个燃气轮机高速的柴油发电机都已经上线了。那未来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是采用这种综合的电力推进系统那这样就是可以更好的提供更多的电力。那你将来比如说有电磁导轨炮，或者是有什么激光武器，就可以往这上面放。所以它是我们一个跨代的这么一个驱逐舰，也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因为要在它的基础上提高这种比如说高超音速的导弹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它用的是锆石，那我们也可以研究锆石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装上去那搭载的导弹多，速度又快，那你这个突防能力和打击能力就更厉害了。所以关于这个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因为它现在是下水4周年，而且呢，这个我们现在是有好几艘了，因为这个前面已经有了第1艘南昌舰，后来有拉萨舰，后来是这个大连舰，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这种055型导弹驱逐舰加入人民海军的这个行列，那我们走向深蓝的步伐就更快、更扎实。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下期节目再见。